天热的时候用艾叶煮鸡蛋，这做法真是太绝了，不得不服咱老祖宗的智慧，果然高手在民间啊。大家好，我是乐乐妈。春夏之际，正是艾草长得旺盛的时候，家边田野旁随处可见。它不只是一种常见的草本植物，还是药食两用的野菜，更是人们养生时会优先选择的食材。艾草被称为百草之王，从古至今就因丰富的营养和有益健康的作用而广为人知。它还富含挥发油、挥发性酸、苦味素、树脂、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能帮助身体温暖中焦，驱散寒邪，还能促进气血流通，舒缓身体不适。今天我们分享一种简单又好吸收的艾草食用处理方法。先把艾草呢放进大盆中，加入少许食盐，再倒入足量清水，用手搅一搅，让食盐充分融入水中，使艾草被水充分浸泡。然后将艾草浸泡10分钟。这样做既能利用盐水的特性去除艾草表面的灰尘杂质，还能让艾草的青涩味稍稍减轻一些。浸泡时间到后，伸手仔细搓洗艾草的叶片和茎部，把残留的污垢彻底洗净。之后控水捞出，换一盆干净的清水再次漂洗，直到洗出来的水变得清澈无杂质为止。最后再次控水，把艾草呢放进菜篮里沥干水分。这会儿我们用剪刀把艾叶尖头最嫩的部分剪下来，这样就能得到2份艾叶，一份是老梗，一份是嫩芽。接下来我们就用这2部分分享2种不同的做法，大家可以看看哪种更适合自己。先把处理好的艾叶嫩芽和老梗呢放一旁备用。接下来根据自己实际要吃的量，准备适量鸡蛋，放入盆中，加入少许食盐，再倒入清水，搅拌一下，让食盐溶解，将鸡蛋浸泡一会儿。食盐能借助渗透压，帮助去除鸡蛋壳表面的污渍和细菌，还能让蛋壳更易清洗。浸泡时间到后，用厨房纸把鸡蛋一个个仔细擦干净。清洗鸡蛋这一步呢很有必要，因为鸡蛋壳表面呢可能残留着灰尘、鸡粪等杂质，甚至还有运输过程中沾染的污物。不清洗干净的话，后续处理或烹饪时容易污染蛋液。之后再换一盆清水，把鸡蛋重新漂洗一遍，这样洗好的鸡蛋呢会更干净卫生，吃起来也更放心。清洗干净，控水捞出，放一边备用。接下来分享方法1，我们把艾草老梗均匀铺在锅底，再将鸡蛋一个个整齐地放在艾叶上，接着加入清水，水量呢要没过鸡蛋，然后盖上锅盖，先开大火把水烧开，再转成中小火继续煮6分钟。时间到后，用漏勺把鸡蛋捞出，拿一个小勺子轻轻敲蛋壳，让其表面布满裂纹。将其一个个敲破后，再放回锅中继续煮3分钟。如果时间充裕，煮好后可以关火，让鸡蛋在艾叶水里呢浸泡2个小时以上。可以把艾草打在每个鸡蛋上边，这样鸡蛋呢会更入味。此时一锅香气扑鼻的艾叶鸡蛋就完成了。你会发现鸡蛋呢不仅有着浓郁的艾叶香味，还比传统的茶叶蛋呢更加鲜香可口。剥壳后能看到蛋壳内侧印着漂亮的花纹，
鸡蛋充分吸收了艾叶的清香，吃起来呢带着淡淡的草木味，清爽又独特。艾叶煮鸡蛋很适合日常食用，能帮助身体驱散寒气，带来温和的滋养，尤其适合需要呵护身体的人。它不仅是一道美味的小食，更对健康有独特的益处。艾叶本身有助于驱散寒湿，每天早上吃一个艾叶煮鸡蛋，能帮助保暖，增强身体活力，还能为女性朋友带来温和的呵护。艾叶的清香让鸡蛋味道呢更丰富，能增进食欲。而鸡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可补充身体所需营养。长期适量食用，有助于提升身体状态。另外，煮艾叶鸡蛋剩下的水呢别浪费，趁着温热倒在盆里呢用来泡脚，能帮助身体舒缓，还能缓解疲劳，让身心更放松。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方法2，把处理好的艾叶嫩芽呢放进锅里，加入适量的红糖，再倒入足量清水，盖上盖子，开大火煮开，保持沸腾状态煮一会儿，让嫩芽的营养充分融入汤中。接着转小火，倒入2个鸡蛋，可以轻轻搅动呢，让蛋液散开，也可以保持完整荷包蛋。盖上锅盖，用小火慢慢焖煮，让鸡蛋熟透。等鸡蛋凝固，汤汁浓稠时，这道美味就做好了。盛出来趁热喝最合适。这碗汤喝起来甜而不腻，带着艾草的独特香气，既能尝到嫩芽的清爽，又有鸡蛋的嫩滑。艾草的温和搭配红糖的温润，喝下去暖暖的，很适合夏秋交替时滋养身心，让人呢感觉更舒服又惬意。尤其适合天气微凉或身体有点发沉的时候。艾草嫩芽的营养融入汤中，再加上鸡蛋提供的优质蛋白，既能补充体力，又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喝完整个人都觉得轻快舒服。不管是当做早餐暖身，还是午后加餐，这碗汤都能带来温和的滋养，尤其适合需要兼顾美味与舒适的日常调理。觉得今天的艾草做法实用的话，别忘了点击关注，后续我还会分享更多像这样贴心又简单的生活小妙招和传统美食做法。有什么想尝试的食谱或疑问，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咱们一起交流探讨。我是乐乐妈，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咱们下期内容更精彩，不见不散哦。